就像一本百科全书，读懂它需要有一点天赋。什么该放弃，什么又该追逐，重要是了解谁值得你付出。我们总是轻易被外表麻木，忽略了内心想要的蓝图。相爱和相处都是一种领悟，老虎也有它的温柔之处，所以让学会抓住幸福，充满脚步，驾驶这一路最美的国度，穿越流言才能遇见祝福，时间会把我倾注，所以要学会关注，而不失去羡慕，每份关心都是我的礼物。也许前路有很多未知数，爱会把手牢牢地牵住，爱会让幸福越来越清楚。等一下，我不行了啊！你看你，22岁的身体，42岁的体能，再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？所以从今天开始，不要再糟蹋自己的身体了。即使没人监督，我都要你养成早睡早起、多做运动的习惯。还有，多到户外呼吸新鲜空气，多晒晒太阳。啰嗦。来，Go！啊，小卫星，小卫星啊，你没事吧？啊？哎，你怎么啦？哎呦，看你上气不接下气的，都跟你说了，暖身运动是很重要的，不听专业言，吃亏在眼前。你看你小姨我就不一样，气不喘，脸不红的。你的嘴唇有点白啊？有吗？哦，那是因为我小时候有点小贫血吗？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怎么？你以为你小姨就跑那么一小段路就不行了啊？小林，我看你还是别勉强。勉强？My goodness, are you kidding me？ 我才跑不过1公里呢。By the way， 我以前可是跑正式全程马拉松的。啊，你知不知道全程马拉松多少公里啊42.195公里。你怎么那么熟悉的？我每年都要参加一次。哦 ，So 你的成绩怎么样啊？哪敢有什么成绩？能跑完全程就不错了。哦，我就不一样啦，我呢，每一次一跑啊，就是前10名，而且啊是正式的比赛呢。哇，不简单哦。这当然啦，我跟你说，跑个10到20公里，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。你们两个就慢慢来吧，哈，不急不急。我今天呢，就意思跑个10公里吧。加油啊，guys！干巴的哦，干巴的。让老板看见你在公司的价值，让他知道没有了你将是公司最大的损失。价值？我在公司有什么价值？可利息的跑着，我苦苦想了2天，连一点头绪都没有。我的价值是什么啊？我的价值就在公司被经理侮辱，被经理骂，不然就是同事的笑柄。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，哎呀，我拖延了1个礼拜，还是不得不从羞辱中离开公司。不，是离开柔雅。
好像这个咖啡档一样，如果少了那个咖啡投手，那很多像我这样的顾客就会流失掉。啊！哎，刘雅，你知道吗？我对可丽丝伯爵有一个很好的想法。怎么了？不舒服啊？当然不舒服啊！一早就听到你这倒霉的声音，谁会舒服啊？你来干什么？今天我问你，七早八早来这里，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喂，你明天就滚蛋了，你还不死心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是想要有奇迹出现是吗？希望柔雅在48小时之内爱上你。你这个笨蛋，真的笨得好可爱，呸，笨得好厉害。Ivan， 请你不要那么说，浩威只是来探我。对啊，就算我已经不在那个公司上班，柔雅还是我的好朋友嘛。柔雅是心地善良，不想让你难堪，她才会对你和颜悦色。你竟然往自己的脸上贴金，把柔雅当成朋友？陈浩威，你有没有听过一句名言？我们只是同事，不是朋友。只有笨蛋才会笨到浪费时间跟你这个笨蛋做朋友。Ivan， 柔雅，我知道我说话难听，不过对这种死缠烂打的人，我们不用客气的啊。他可以厚着脸皮回来跟我要求多留7天，同样的，他会对你纠缠不休。OK 啊，我们不要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这个笨蛋身上。我们还有要事要谈。明天总裁就要飞美国了，他在临走前希望我们给他一个惊喜。现在公司上下都为可丽洗脚劲，希望明天能一鸣惊人。哎，你刚才是不是也提到可丽丝？你知不知道可丽丝这个 project 有多重要？那你知道这么重要的 project， 你有份参加吗？你有能力参加吗？你有分量参加吗？没有是吗？那你还赖在这里不走？想要我请你吃葡萄？柔雅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我要听你的想法。笨蛋没有好想法了，不要浪费时间。很抱歉，我这几天很努力在想，但是始终都没有突破。就算你留在这里，我们也没有办法谈出什么结果的。你先回公司跟别的同事谈，我这里如果想到什么，马上跟你讲，好不好？好啦，我知道你心肠软，这样吧，你就意思意思应酬他好了。不过，千万不要浪费太多时间。那明天的会议，我一定会出席的。很好，记住，我们的团队不能少了你。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陈好威，不要耗在这里太久，而且给我准时上班。还有，别吃我的葡萄。小丽她怎么了？没事吧，小林？没事，我可能是昨天饭吃不够多，我今天水也喝不够，血糖有点低。那葡萄水补充血糖最好了。你怎么准备这么周到啊？以防万一啊！我身边可是一个虽然年纪轻轻，但却老把自己关在房里，难得动一动的超级宅女。小姨，没事。哦，应该没事，血糖太低，休息一下就 OK 的了。你也休息一下，今天就到这里为止。在干嘛？测脉搏啊！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人，每分钟运动的心跳数应该是在120到160之间。
如果超过160，就会造成对心脏的负担。哦，我的还不错，160以下。那就不好了。一个40岁左右的成年人，每分钟运动的心跳数应该是在108至144之间。小林，你很久没运动了吧？还好啦，我最后一次跑马拉松，应该是8、9年前吧，那时候才30出头。哦，我是这样想的，你的构思是非常的完美，非常的好，可以说是无懈可击的。但是呢，会不会太专业了一点，就少了一些基本的东西？你看啊，就好像你跟我说的，总裁他定可利息 project 的这个目标是什么？可行、便利、喜爱，这分明就是一个大小通吃的软件，只要一机在手，随时都可以应用。但是你的设计呢，太过于专业了，虽然是非常完美，但是还是有点无法普及。所以你可以去学一下咖啡投手一样，在注满8、9分的咖啡后，添加一点适当的白开水，让咖啡少一份苦涩，多一份柔顺。还有，一定要学咖啡投手，扎稳脚步，他在倒咖啡的同时，手也往上移，这样让咖啡冲进去，而不是倒进杯子里面。虽然这些看上去都是一些无关紧要或者是不重要的动作，不过这会影响到一杯咖啡的滋味还有温度，这恰恰就是成败的关键。怎么了，柔雅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好笑啊？我突然想起一个咖啡嫂，她这里有一颗痣，凶巴巴地说：“我很忙，不要吵我。”把所有的文字去掉，这样子即使看不懂英文字的人也能使用这条软件，然后再设计一些如凶巴巴咖啡嫂的人物或 icon， 让公众更有亲切感，更容易使用。可以这样吗？为什么不可以？正如你所说，我们往往以专业者自居，把那些看起来简单的事情不屑一顾。苹果的创办人乔布斯曾经说过一句话：“拥有初学者的心态是一件了不起的事，越复杂的事情就越应该有初学者的心态去对待。”谢谢你啊，浩威，你真的让我走出一个死胡同哎！没什么，没什么。哎呀，这超过9点了，你看。完蛋，我要去公司啊！不必了，你留下来帮我吧。不行，这怎么可以呢？你怕艾文生气啊？这有什么好怕的？反正明天就不回那个公司了。如果他有什么不满的话，我就跟他讲，我没空啊，不要吵我啊。先喝一点橙汁，早餐很快就上。你等一下有空吗？我带你去个地方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带你去卖的。那这样，如果你觉得我为你准备的早餐好吃，就去；如果不合你胃口的话，就不要去。OK？ 阿强 ，Morning。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不是叫你不要来找我吗？我来附近谈生意，顺便来看看你啊。哎，我是顾客。里边请。不要骚扰我朋友。明白。1份早餐。你是阿强的女朋友？不是。我还以为他走运，交一个这么漂亮的女朋友。你不介意吧？你也是来捧阿强的场，他真的很厉害，又要读大学，还要打工赚学费，所以值得支持。多多指教。
我经营一间广告和设计公司。我从小就喜欢画画，之后加入了一间设计公司。但是啊，我真的很受不了，每次都要被逼接一些自己不喜欢的工作，所以就决定自己闯一闯。你喜欢设计？嗯，你也是从事设计行业的吗？我有设计一些 T 恤在网上卖。果然被我猜中了。你知道我怎么猜到的吗？因为搞设计的人啊，都会有一种孤高、寂寞的气质，很特别的。阿强啊，其实也是很有设计天分的，但是呢，可惜他认识了一些坏朋友。对不起，你知道他的过去吗？我有听他说过。但是现在没事了啦，他很努力的在求上进，所以身为他的朋友，我也是很为他开心。我其实是叫他来我公司帮忙的，但是他现在好像对烹饪比较有兴趣。我的公司虽然不大，但是很需要设计人才。你叫什么名字？陈慧欣。慧欣，大家都是年轻人，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们一起玩呢？我不行的。你介不介意跟我分享你的设计？看一下。慧欣，不要浪费你的才华，加入我们吧。你可以先做我们的 part-time designer， 如果对工作环境满意的话，才考虑全职加入我们。Leo，他肯定是怕我抢他女朋友，你记得打给我，但是不要让他知道，他很会吃醋的。OK？ 你刚刚跟他说什么？我不希望你不要骚扰他的嘛。什么骚扰？说2句话而已嘛。你放心啦，好朋友的女人再漂亮我都不会碰的。你的早餐来了，蜂蜜。谢谢。好了，考试时间到了，现在有请我们的美食评审陈慧欣试吃。怎么样？好吃。谢谢虎妈，不客气。Thank you. Welcome。是阿姨。谢谢虎妈阿姨。是学美阿姨。啊，很不亲切嘞。你是不是要气死我啊？你以为妈这个是随便乱叫的？小玲，别跟孩子怄气了，快吃点东西，补充回体力吧。就是咯，心情不好就拿我来出气。晚上还变成 Walking Dead 吓人。哎，什么 Walking Dead 啊？你以为我是僵尸啊？不是嘞。哎呀，我不说了啦，说什么都要被骂。最好用嘴巴吃东西。Oh my goodness， 学美啊，我知道你是匆匆忙忙的准备这个早餐的，可是也不能太随便嘛。你看一下这个面包有多焦啊！哦 ，sorry， 以后我会注意的。来，跟你换。哎呦，你看一下这个荷包蛋，你看一下 ，no standard at all。你看这个蛋黄都散开了，哎。是哦，以后我会小心的。哎呦，你看一下这个 tomato， 你看一下这个番茄，一片这么厚啊，另外一片这么薄。我知道吃进肚子里面都是一样的，可是 you know presentation is very important，you know，you understand？ 妈咪，
你批评人家的毛病又发作了啦！我哪有批评人家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我如果不把学美阿姨当成是自己人，我也懒得说出来的。被你当自己人的人真倒霉。你说什么？我没有说什么啊。说吧，玛格丽特。啊？把话藏在心里是不好的，而且有时候我发觉你挺有看法的。真的咩？你是你妈咪的宝贝，你也很爱你妈咪，即使说了什么不中听的话，也是站在你妈咪的立场为你妈咪好。你妈咪那么开明，绝对不会不让你说，更不会让你说了之后再骂你一顿，对吗，小玲 ？Well， 这是个言论自由的社会嘛，哈，所以你有什么话你就说了。那你都已经这样说了，我就说啦。咦，bro， 哇，这么早就到了，都没看见你啊！嘿嘿，哎呀，你高兴到会唱歌了，还会管我到了吗？哎呀，我们人到中年，当然要时时刻刻保持心情愉快嘛，不然很容易老的。嘿嘿。喂，干嘛？又查账啊？我都以人格担保，不再动用公司1分钱了，你还不相信我啊？人格？你还有人格？哇，这么伤人的话你也说得出口，那下来是不是要杀人不见血啊？杀人？如果你的老毛病再不改的话，就是自寻死路，哪里还需要人家杀你？我哪有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和 Abigail 的事情还没有了结的。哎，bro， 你不要吓我嘞！我干嘛要吓你啊？你那个监狱官女朋友还想找我麻烦呢？她找你麻烦，我看是你自找麻烦吧。OK， 我承认是我衰，我践行了吧？那 bro， 这件事无论如何一定要帮我摆平啊！我已经尽量帮你隐瞒了，但是学美是一个很有正义感、嫉恶如仇的人。要是让她找到了 Abigail， 证实了你跟她发生过关系的话，我很难担保她不会去报警的。不行，你死都不能让她报警啊！哪一场兄弟，就算你以分手来威胁她，都在所不惜啊！哇，你在胡说什么啊？不是吗？兄弟如手足，女人如衣服啊！衣服随时可以换，手脚砍断了还会长回来吗？我还是那句话，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我到货场点货了。喂，你早知，我又不是未卜先知，早知道你就不应该找一个监狱官当女朋友啦，现在还连累我。哎。Hello, I'm leaving。我找 Robert 聊。我就是。是来谈谈 Abigail 的事吧？你是谁？陈浩莲。还有一次，大姐回来玩了一点点，你就说女孩子不应该在外面乱混，不然人家就会觉得你很气。而且最后吃亏的不是他们，而是你。然后大姐去冲凉的时候，你就去收看她的包包，看里面有没有香烟，还有避孕套。哎呀，是谁告诉你的啊？大姐咯，你不只说大哥和大姐，你还说 daddy， 每天都说 daddy， 就像这样。你看，衣服穿了3天都还没有换，你是不是要生虫啊？ OK，enough， 你是不是越说越过瘾啦？是你叫我说的。你以为我很爱说你们啊？你以为说话不用浪费力气啊？我说你们也是为了你们好啊！我大可以什么都不管的，我可以整天出去喝茶聊天、飞手 shopping， 可是我有吗？我有吗？我自从嫁给你爸之后啊，你知道我牺牲有多大吗？我牺牲了我的梦想，牺牲了我的嗜好，连我最爱的马拉松我都牺牲了，我连1次都没有跑过，好不好？可是到最后，我却得到了什么？我得到了一个整天只会跟我顶嘴的女儿，还有2个忘恩负义的孩子，还有一个不爱我的老公。我都说我不要说了。玛格丽特，你是个观察入微、很有心思的孩子，很棒。
给你一个 like。 Yes， 人家称赞你2句，你就以为你自己很厉害呀？人家说的话有道理嘛。哦，人家说的话有道理嘛。那你妈说的话呢？你妈说的话全都是废话吗？哎呀，我不说了。你不说也要说。我问你，你的爸最近有没有打电话给你？有又怎么样？你说不准接他的电话。哦，你会那么听我的话就好了。OK 了，我承认我是心肠太软，所以爹地打电话很多次后，我才接1次。爹地说他跟你离婚后，让我跟着他。No way！ 妈咪，我真的很担心，爹地这次好像不要跟你玩了。我亲爱的宝贝女儿，你以为我每一次要跟你的爸闹离婚是玩的吗？不是咩？我每天都听你说要跟他离婚，起码听了20-30次了啦。而且我都还没有11岁嘞。要不是因为可怜你的老爸，可怜那2个孩子，我早就跟他离婚了。你要是觉得他们可怜，就回去吧。回去哪里啊？回去澳洲咯。No way！ 小林 ，OK enough， 你不要再劝我了。他既然那么重视他前妻的那2个孩子，那我们就离婚咯，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反正我在他的眼里啊，就好像是白雪公主的恶毒后母一样，随时会毒死他那2个孩子啊。Margaret， 你给我听清楚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就住在这里，不回澳洲了，这才是我们的家 ，OK？ 妈咪，不要了，我们不要破坏一正的幸福啦。什么破坏一仗的幸福？你看，一正这么关心虎妈阿姨，你为什么要破坏他们的感情？破坏他们的感情？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小林啊，夫妻难免有意见相左的时候，但是除非是逼不得已，要不然不应该轻言离婚，因为离婚对双方对孩子都没有好处。你要是想回去的话，就让玛格丽特叫她爹过来，大家好好谈谈，好好沟通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解决不了的。有道理。我跟 David Wong 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。没道理。妈咪，你瞪我，我也要说，你应该听虎妈阿姨的话。爹地这次好像要跟你一刀chop 啦。你是要说1刀2断是吗？对，1刀2断。小林，玛格丽特说的也是我担心的。如果玛格丽特的 daddy 对这段婚姻不再抱任何希望，可能真的会选择放弃。我要是跟你们2个有同样的想法的话，那我就中了他的诡计啦。你是说玛格丽特的 daddy 是故意要吓你们 ？Of course， 他知道他劝不了我，就一定会去恐吓他的女儿。不过我告诉你，这种诡计呀，他会很快的飞来这里，就死求活求的要我们跟他一起回去，懂吗？妈咪，你的电话响了。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我来听。Hello Daddy。Sorry， a moment please。是律师打来的。哦。Hello。Hi。Yeah。OK。哇。哇 ，OK， 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谢谢你哦。好的，我们再联络。好 ，Thank you， Bye。太好了。妈咪，你为什么那么开心？爹地是不是要飞回来了 ？Yes， 我终于可以飞了，我终于可以自由自在的飞了。虎妈阿姨，我妈咪怎么了？是不是疯了？小林，律师说什么？律师说 ，David Wong 终于肯离婚了 ，Yes！ 我终于可以摆脱这痛苦的生活了，我终于可以飞了 ，Yes！I'm free! I'm as free as a bird! There's
我是真的开心，对吗？快去陪你妈咪。哦，妈咪，妈咪。浩莲，哇，才多久不见啊，又长高了哦。安哥罗伯都差一点不认得你了。你还有打篮球吗？我记得你是篮球校队的哦。哇，真的是越大越handsome哦，一点都不像你老爸。我跟你很熟吗？你跟我爸是好朋友，并不代表我们很熟。少跟我来这一套。哇，说话很有气势哈、哦！哇，果然是现在年轻人不一样啊！人家说什么英雄出少年啊！你说要找我谈什么 ？Abigail 的事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是，我知道，我什么都知道。包括你在哪一天带未成年少女去哪一间酒店开房。你不要跟安哥罗伯开玩笑啦。是 L 字头的酒店是吧？怎么了？说不出话来啊？说吧，你找我出来，什么目的？钱，你应该知道，你给 Abigail 的钱，她1分都没拿到，所以现在我要你给 cash。我已经把支票交给他啦，他没去兑现，不关我的事啊。不关你的事，带未成年少女去酒店开房不关你的事。好啊，那等警察找上门的时候，你敢不敢跟他说，是，我是带未成年少女去开房？可是我已经给了他1张支票，他没有去兑现，不关我的事啊！小声点，小声点。警察先生啊，我看你找错对象了，我是给了钱的 ，OK， 不关我的事的。OK， 关我的事，关我的事。马浩莲，你应该知道我跟你爸爸的交情吧？那又怎样？你想跟他告状？请便。我不知道你跟 Abigail 有什么关系，可是我跟他之间不是你想象那样的。你千万不要听他说死，好不好？那你现在这样做，其实已经犯了敲诈罪，你知道吗？你想恐吓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，你有大好前途。我有大好前途。那 Abigail 呢？你向一个可以当你女儿的女孩下手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她的前途啊？算了，跟你说那么多废话也没用。我男朋友说的一点都没有错，你是个变态的吧？不要忘了 ，Abigail 手上还有你的录音。拜托，大家出来玩是你情我愿的，我怎么知道你没到18岁？你就是？没错，我就是 Abigail 的男朋友。哎，这个不错，这不错，这挺好的。我觉得反正这边，你干嘛？你刚刚这么大声，不是因为我动到你的身体吗？不是，你快去推一辆轮椅给我。啊？我等一下再跟你解释，你快去，快去。哦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看我们往里面走比较好。哦。哎，柔雅，为什么不要走那边呢？Ivan 呢？Ivan 干嘛？就，嘿，低头。干嘛 ？Ivan 啊！啊？刚刚他发短信说要过来，嗯，不然的话，时间去理他。那我们还是快点去下面的花园吧。嗯。
好，知道。浩莲，你要的钱，这里是3000块。你玩我？我跟你要5万，你给我3000。这已经是我临时能够筹到的所有现款啦。公司的钱没你爸的签名，我又不能动。可是他现在看账看得很紧啊。你不要告诉我你的财产只有3000块，你问你老爸就知道了。我是一个有多少就花多少的人，不是不给，可是你临时要我找5万块出来。你就算用枪指着我，我也没办法啊！啊？那我跟你老婆要。你这样是两败俱伤啊！到时我老婆跟我离婚，我去坐牢，你们1分钱都拿不到的。老混蛋！你要干嘛？我想打死你呀！你有老婆有孩子，什么年纪了还玩未成年少女？我告诉你，我跟你要5万块已经很便宜你了，你还敢威胁我什么两败俱伤？不是，我真的没有威胁你们，真的没有，是你没听我把话说完。我不是不给，我是说你们让我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还好不好？我每个月给你3000，总之5万块，我1分钱都不会少给你们的。你最好说到做到。这里的大学设施很齐全的。刚开始我还以为读大学很无聊、很乏味，整天不是读书就是做 project。但我上完课之后才发现，原来不是这样哦。现在读书是很自由、很变通、很灵活的。那你读的是什么科系？Information Systems Technology and Design。其实还有很多种选择，你上网可以看到。哎，你之前是读什么科系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小美说的啊。她说你读完大一就休学了，不是吗？你到底读的什么科系？工程。工程。那 Engineering Systems and Design， 这个最适合你了，赶快报名吧，陈慧欣。喂，干嘛啊你？我保证你很快就会喜欢上这里环境的。哎，喂，不要乱扔东西啊！你怎么了？是他叫你带我来的吧？你说小美啊？不是啊，不过什么？不过他觉得你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很可惜，叫我带你重返校园，把你的学业完成了。喂。你到底在生什么气呀？我说错什么，你跟我讲啊。那，你今天不把话说清楚，我不让你走啊。你喜欢他，你追求他，是你跟他之间的事，干嘛把我扯进来？你在说什么啊？你为了完成任务讨他欢心，就花时间请我吃饭，带我来这里参观，不是吗？我喜欢小美，跟我请你吃早餐，带你来这里参观，完全是两码事哎。你任务达成，你就能跟他去邀功，这不就是你的目的吗？邀功？陈慧欣，你说我邀功？你这样讲话会不会太过分啊？莫名其妙。是，我坐过牢，我出来之后，我还可以在这里上大学，跟普通人一样。我很珍惜你那么好的条件，不要上大学，我觉得可惜。总之，你不要再喊血喷人，冤枉好人。反正我不是你想象中那么卑鄙无耻啊！我不是你想象中那种人。不管怎样，以后我的人生不用你们来插手。喂，慧欣，张国强，你能不能够敏感一点？有些事情是可以坦白，可是有些，我不是说要隐瞒他，可是让慧欣觉得你接近他是有目的的，他当然会生气了。我知道你是真心要帮他，我应该谢谢你。你不要就这样放弃他，
慧心真的很需要朋友，能够信任的朋友，千万不要让他以为你是在利用他、出卖他。所以你要让他信任你、了解你。他不接你的电话，那你就继续努力啊。张国强，我有事，迟一些再打给你。安迪，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去搭车。天气这么热，我送你一程吧。谢谢，谢谢，你真好心。不客气，来，我帮你拿。哎呀，小心点。老了，机器都坏了，没用了。慢慢走，别急。你住哪里，安迪？昂摩沟。昂摩沟离这里很远啊。就是咯，要换3趟巴士才会到。没关系，我送你回家。那怎么好意思？没关系的，来，不客气，来。好。你也是来探监的？哦，不是，我是在监狱里面上班的，正在休假，今天回来处理一些事。哦，那你是里面的 officer 啊？我儿子是关在里面，他叫阿麦，刘金麦。哦，你是他妈妈？我是他妈妈了。他前几天去医院，验出他身体有病。我知道。我上次看他还好好的。安迪，你放心，他会接受治疗的。我这个儿子啊，真是不长进，监牢进进出出。他有2个孩子，一个男，一个女，他们都气得他要命，连一次都不来看他。我这双腿就是这样，一走多几步就又肿又痛。不好意思，麻烦你送我回来。安迪，别客气。你坐，你坐，我倒水给你喝。哎，不用不用不用了。要的要的，你坐你坐。谢谢。来，喝水喝水。谢谢你，安迪。这个是我孙子，我孙女，他们都很有孝心。我过生日，他们把蛋糕给我，还唱生日歌。以后叫阿嬷不要去那种地方看那种人了，大老远去那种地方干什么？你自己跟他讲啊。你干嘛？脸从刚才黑到现在。如果不去复诊，怎么会知道可以动手术？医生不是已经说了吗？手术有80%的成功机会，哎，这是好消息啊！你可以开心一点嘛。天的事，姐会想办法的。我这个孙女很本事，年纪轻轻的就很会赚钱。她说她做那个什么摸的，就当是姐求你，不要那么自暴自弃好不好？家里的花费，我看医生，弟弟读书，都是他拿钱回来的。阿嬷，我们回来了。阿燕，不管怎样，以后我的人生不用你们来插手。喂，慧心。骗子，他们都是骗子。